365天旅行会腻吗？事实上，我已经过了4年多一直在路上的生活，去过的国家日渐增多，地点在变，风景在变，而旅行带给我的冲击感与新鲜感却在减少。加上前段时间网络上一些攻击性的言论，我陷入了情绪的低谷。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今年呢，印尼之行结束之后啊，我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啊，没有拍摄新的视频。我想找回全身心享受旅行的感觉，也想好好去思考旅行的意义。于是我又回到了最初让我爱上旅行的地方——西藏。一台车2个人，一趟治愈之旅启程了。其实这趟治愈之旅并非完全没有计划和目的地，而且最想要去治愈的人也并非是我们自己。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珠峰脚下的一座小学做了一场公益捐赠，认识了珠峰女孩拉姆。她是一个藏族小朋友，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性格非常的内向害羞。主要是因为她从小呢，爸爸不在了，妈妈很早就改嫁了，她一直呢是和舅舅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舅舅舅妈呢，他们常年在牧区放牧啊，经常不在家，所以说拉姆可以说是一个留守儿童。拉姆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人比较不自信。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跟他的班主任说啊，决定呢长期的帮助拉姆。对拉姆的帮助呢，我不想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拉姆每2周回家一次呢，他都会用奶奶或者是舅舅舅妈的手机给我聊天，然后我也答应了拉姆，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带他去拉萨玩，看看外面的世界。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我也跟拉姆的老师还有校长都沟通过，他们都说啊，只要确保拉姆安全就没有问题。所以呢，这一趟治愈之旅，我们想通过带拉姆，通过旅行，增长自己的见识，然后如果说能够治愈拉姆的不自信，能够让他更加的活泼开朗一点，那就更好了。治愈之旅并不顺利，经历了天气突变、暴雨、堵车等等无法避免的突发状况。现在是晚上的10点20啊，我们车已经彻底停在这儿了。现在就是我们正处在这个72道拐的某一个拐中吧。现在前后各有几公里，甚至可能有10多公里的车全部都堵在路上，前也前进不了，退也没地方可退。看上去我们今天晚上也有很大可能就是彻底的就堵在这条路上。温度很低，海拔很高，手机也没有信号，一直堵到凌晨4点多，终于可以通行。把车开到安全开阔的路边，在车上小睡一觉，早上一醒继续出发。我们从重庆出发，一路向西，海拔逐渐抬升，开了5天，终于到达西藏境内。这一天拉姆刚好放暑假，于是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是拉姆吗？是拉姆是吧？放假了是不是？是。拉姆，我们现在到西藏了。那你还记得我上次给你打电话说的什么吗？记得。是不是要带你出去玩？是。你给舅舅说过没有啊？就是你给舅舅打个电话好不好？跟舅舅舅妈说一下。说什么？我说一下舅舅和我舅妈。然后你再给我电话打过来好吗？好的。其实我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跟他舅妈是通过一次电话的，跟他说过一下。然后因为时间过得比较久了嘛，这次咱们也是已经把车开到西藏来了，所以说叫拉姆跟他舅妈再沟通确认一下，因为过2天咱们就得到那边了。一路上信号断断续续，等了1下午都没有接到拉姆的回电。第2天一早，我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消息，消息的内容让我的心情顿时如窗外的天气一样冷。今天早上呢，我就收到了拉姆的班主任发的一个文字给我发到手机上来。接到的上级规定是，即使是放了暑假，他们学校的学生也不允许离开他们那个县，除非是学生有生病等极为特殊的情况。相当于这个消息一来就完全是一个突发状况，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相当是整个行程推进到一大半了，突然来了这么一个重磅消息。随着行程的推进，手机又没了信号，一直没和学校老师打通电话。一场刚刚开始的治愈之旅就要出师不利了吗？我们现在又堵车了看后面好多车我计划带一名生活在祖国边境上的藏族小朋友，在暑假时出去游玩。一趟治愈之旅
没想到会因为一个匪夷所思的理由令我有苦难言。他是一个令人心疼的孩子，拉姆13岁，生活在珠峰脚下的一个村子，从小和舅舅家一起生活，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为了赶在暑假开始时到达西藏，我们从重庆出发，快马加鞭开了7天，终于到达西藏时，校方的一条短信却让我们停在了路上，不知所措。今天早上呢，我就收到了拉姆的班主任发的一个文字啊，接到的上级规定是，即使是放了暑假，他们学校的学生也不允许离开他们那个县，除非是学生有生病啊等极为特殊的情况。其实我们也有挺多的安排，但是特意来西藏一趟，就是为了履行自己的一个承诺嘛。还是先给校长打个电话吧，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具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哎，校长您好。哎，你好。之前6月底跟您联系过呀，我是那个帮助拉姆的。之前跟您不是联系过吗？说我们想暑假带拉姆到那个日喀则嘛，带他到拉萨，就是逛一逛看一看。那个时候不是说安安全全带他回来就可以吗？这些教育局要求就是学生的话，没有特殊情况下不准离县，如果生病之类的话不得不去嘛。因为那个上个学期不是快开学的时候不是出了疫情嘛？对。但是现在不是没有疫情了吗？不是，那个时候是谁都没预料到那个会出那种事情，所以好多学生都那个没有按时那个返校，没能按时返校。那就是说现在没有疫情了，他也要这样子去规定吗？但是现在是那个谁也说不定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是那个预防那个吧。就是上面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也中间不好做。所以说到了老师这一个地方呢，他也只能把这个所谓的上级的一个规定啊，能够告诉我一下。虽然老师他也可能不是特别的，从本质上可能他也不是特别能理解啊。事情就是这么突然，我本想向校长再争取一下，但又怕学校太为难，怕给拉姆带来困扰，最终只能自行消化，默默接受这个规定。原本提前计划了几个月，期待了几个月的治愈之旅，因一条冰冷的规定成为了泡影。而拉姆也许比我更加失望吧。那你还是想去玩是不是？对。那这样吧，姐姐再要不给老师再打个电话说一下好不好？好。那你就先好好做作业，写作业好不好？好。好的，好。那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想出来玩吗？想的啊。如果实在不能出来，那我们就后面再说好不好？好。我希望这次旅行是一个叫治愈之旅啊，结果做这个事的人我们自己就被搞抑郁了。别沮丧啦，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关键是接下来我们去哪呢？去看看这个季节的西藏嘛。我听说在那个羊湖旁边有一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寺庙，你看咱们要不要去看一看？那行吧，我们就去这儿。据说这座修建于小岛上的寺庙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一座岛，一间庙，一名僧人，这样的生活真的是人世间最极致的孤独吗？车辆行驶过壮阔的雅鲁藏布江，当我以为还有无穷无尽的山路弯道时，羊卓雍措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眼前。虽然我曾多次来到这里，但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心境，就是机缘二字最好的诠释。我看到了一座从未见识过的羊卓雍措，开着车远离观景台，远离人群，享受泥泞世界里的越挫越勇。这一路村庄极少，我几乎认为自己闯入了一片未曾被他人发现的宝藏之地。这段路呢，感觉没有几户村子，没什么人住。路边上呢，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个藏原林啊，野生藏原林，应该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啊，在这个路边上随意都能看到。以前呢，咱们是走那个可可西里啊，就经过无人区的时候才能看到。现在我们不知道翻过了多少个弯，走了多少个水坑之后，在视野的尽头啊，前面一个很小的小岛上面有一座寺庙，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现在这个日托寺啊，是不是你跟我说的被称为最孤独的寺庙？对啊。现在来这儿人这么多，对，还有人在这骑马。这多少带着点黑色幽默吧。每天成百上千的游客克服山高水长，交通不便，
前来看看这最孤独的寺庙一眼。于是这里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生意兴隆。对，这地方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游客。对，大家看我身后啊，停好多车，可能这个叫现代人嘛，怎么说呢？热闹的时候太多了啊，有时候想寻求一点孤独，结果个个都来这个看这个最孤独的寺庙，把这个最孤独的寺庙衬托着分外的热闹。我感觉建这个寺庙的人应该还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啊，很会找地方，居高临下啊，欣赏360度无死角的这个湖水，还是很享受的一个事情。建了700年的寺庙，应该有650年至少都是孤独的，在这个环境中，其实真的还是蛮适合修行的。看看后面，哇，简直像假的一样，这风景太好了。和大多数人一样，一边在心里调侃世界上最孤独寺庙的名头之好笑，一边抱着来都来了的经典心理，进入一湖一岛一寺一僧的日托寺。700年前，古人选择了在这样一个周围没有村落、优美僻静的湖心岛上避世修行，是万万没想到700多年后，周围依旧荒芜，而这座寺庙却因孤独而闻名吧。我在这座小小的寺庙里漫步缓行了很久，终于发现这座庙孤独的真相与智慧。这里确实只有一名僧人，而他始终在这座小小的房间里不曾出门。他一直在诵经击鼓，无论屋外多么喧闹，这难道不是闹中取静的一种孤独吗？众人皆来此打卡，而只他一人在此修行。环境喧闹还是寂静，对他而言没有分别。我似乎隐约在此刻领悟了一些什么，虽然治愈之旅依旧不知何去何从，但我可以去试着不执着，不再执着于治愈还是治愈，不再执着于眼前的不顺。那座小小的寺庙中，未曾谋其面，只曾闻其声的僧人告诉了我，环境不可定义自我。